大家好，我是 Timothy， 今天又来到深科人的实测影片了。今天要实测的目标呢是台湾水果，因为台湾水果嘛，应该是全世界众所皆知的甜和好吃，但也很常听到什么很惊悚的言论，说什么吃水果吃太多会得糖尿病。所以呢，身为一个深科人，我今天又准备了甜度计，要来好好扎扎实实测量一下台湾水果的甜度，然后也会依照 WHO 的建议，以成年人大概一天可以摄取25克左右的自由糖为标准，来看看台湾哪些水果吃多少容易超标，这就是今天的影片。A few moments later。对了，在开始前的时候啊，先跟大家贴心小提醒一下，就是我现在拍摄的时间大概是5月左右，然后水果啊很容易依照季节、天气、降雨量等等而对它的甜度有所影响，所以今天测出来的结果如果跟网络上的结果有一些出入的话，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先解释一下，怕被杀。我们现在来到了台南新化的水果市场。以前台南新化水果市场啊，在我母校新化高中的对面，然后现在搬来这里啊，除了现在外面多了美食商店街之外啊，里面呢全部都直接给我挑高设计，营造一种我买不起的那种感觉。然后反正我们就会在这里买到我们所有可以买得到的水果，就这样啦。刚从新化水果市场买回来我们的水果们，我们等一下会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先凭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直觉，帮我们这些水果排一下它的糖度，从最低到最高。第2个部分的话，我们会用我们的甜度计来帮这些水果对它们真实的糖度进行排名。如果还没有看过上次那一支用甜度计排饮料的影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根据 WHO 世界卫生组织一天推荐人吃糖类的建议，我们会看到底哪一些水果是属于比较危险的水果，吃多了容易超标呢？这就是今天的影片，让我们开始。今天后面有我娘亲，不要回话啊！我在。所以我们第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先来把我们自己心目中的水果进行一个糖度排名。我自己觉得的话，最甜的话应该是芒果本人。尤其是台南的爱文芒果，又是甜中之甜，我觉得它应该是最甜的。再来应该是葡萄，其实再来我觉得很难说奇异果应该是酸的，所以它应该不是甜的吧？这应该是 guava， 然后再来是奇异果。我的是这样。娘亲你的人。第一名芒果，延伸说一些，为什么觉得那个芒果最甜？因为我有一年吃芒果2个月，胖了14公斤，吓坏了。然后等一下，我们第2阶段的话呢，可以进行甜度计的测量。人家测量水果的话，都是用果糖，然后在网络上查到的话，都是说，比方说100克的西瓜里面含有几克的果糖。所以等一下我的甜度计，我一样会做一个标准品，我会用100cc 的水里面含有多少克的果糖。X 轴果糖就设像1克果糖、5克果糖、10克果糖、15克果糖，然后 Y 轴分别对应它用甜度计读出来的值，那我就可以做出一条回归曲线。然后这样我之后就可以把我的每一颗水果的含糖量从我的读值中读到的值去套进那个回归曲线之后，我们就可以算出它的果糖到底有几克。一开始我们要先称所有水果的重量，这样我们才可以之后换算出一颗水果总共含的糖量是多少。所以我们先来称每一颗水果的重量，然后再来载它们。西瓜超重，要切一半，我2半都要测，2半大小不一样。我们现在要开始测我们的标准品了。丰年果糖本人，先来称10克。我说点出来一直13分钟。好，刚刚我们做完我们的标准曲线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来开始载水果了。我们先从芒果开始。头切掉，然后就往旁边，就是沿着它的直切一刀，就直接从这边这样一直顺着切过去，行不行？哇，你已经切了好多刀了，来离开它，取中间的水果下来，看起来中间就是比较甜的。对，你看芒果这种10
WHO 的建议是一天是25。好，超过，这一克直接超超标过。其实25克是 WHO 说，如果你要维持健康最好的规定量，但他是说，其实宽松来讲的话，大概是50克。你想要过比较轻松的生活，50克也是可以。凤梨要怎么宰？就是把头切掉，把尾巴切掉，在这个位置把它切下去。宰凤梨是这种感觉？不是，你那个是西瓜刀，它只适合切西瓜，你要用这个来下来切。哇，费很大的劲。不能挖心，我肉比较甜，心比较基本上比较不甜。但我觉得凤梨啊，我建议你头尾都试看看，因为凤梨一般都是就是会有一头吃到另外一头，它的甜度跟酸度是不一样的。好的，听水果专家。我不是专家，只是有一点点日常小常识。不要说的我没常识，这方面你肯定是没有的。我是不是看错了什么？好高哦！真的吗？超越芒果吗？我要吃吃看。哇，很甜。那它头呢？哎，头看起来更 juicy 耶，还真的有差哎。木瓜也是去头去尾，水果心法，去头去尾，然后切一半。去头，那不是头啊，不是头，这边才是头啊。再来是葡萄，葡萄的话，我们有一个故事，就是我以前我爷爷啊，他就是他那时候心脏他的血管堵塞太多了，然后他自己听广播，自己看电视，然后说吃葡萄啊可以帮助他血管通畅，所以他那时候要求奶奶啊每天都买一串葡萄给他吃，然后原本没有糖尿病，吃出糖尿病来了。17。哎，怎么大家都比芒果还甜？吃芒果2个月，胖了14公斤。香蕉要怎么挤出汁？我也是有点好奇了。我跟你说，人家它可以测得出糖度的话，就代表它一定是可以切出汁的东西。香蕉，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要把香蕉挤出汁来。香蕉，拜拜。看你的手力了，手力，加油！哇！看能不能把芭乐倒出汁嘞？多余的水。好，你的脸太狰狞了，形象，快点，形象。没有更多余的水了，放弃吧。哎，也是去头去尾吗？去头。但是尾，你为什么老是把尾当头？你看看人家的头该长什么样子？哎，它的贴纸从这样往上贴，没，它可以随便贴啊，贴纸它贴横的也行。这不是我的错，是贴纸。多少？等一下，是不是我瞎了？为什么这么高？不行，我要吃吃看。觉得它应该是酸的啦。我觉得很容易被酸给骗了，因为柠檬听说它也是很有甜度的。奇异果怎么办？我刚好像把奇异果摆最后一个，我排在倒数第2。啊，你已经大错特错了，你第1名在后面，我的第1名，你就已经不用比了。我的最甜的话应该是芒果本人，你看这个 juicy， 我觉得还好。其实我觉得西瓜应该不会到太甜，因为它水分很少。西瓜9。终于出现一个比那个芒果还低的人了。可是胜在它大颗，所以就是它可以吃完一整颗，也没有输到很妙。OK， 各位 ，According to my calculation， 水果的甜度排名呢，从最甜到最不甜，第1名是奇异果，我们刚刚都把它排在最后面。再来是葡萄，然后凤梨，因为凤梨的话，我们有分凤梨的头跟凤梨的尾，两个甜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把它相加除以2，然后它是排在第3名。再来是哈密瓜，然后木瓜，芒果。芒果这一点呢，我娘亲有很想申诉的地方，她觉得我们今天挑的这颗芒果呢不够甜，所以我妈认为就是芒果应该没有到这么后面，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再来是西瓜，第7名，然后香蕉跟芭乐已经用尽所有方法，但是就是挤不出汁，所以香蕉跟芭乐的话，我们今天就先不排名喽。酷好酷啊！你口丑，香蕉你个臭拔啦！
这是刚刚他们的甜度排名，但是我们今天的糖度排名都是100克的水果当中含有几克果糖下去当做它的甜度排名。可是每一颗水果大小都不一样，所以像是西瓜的话，它虽然甜度是最低的，但是它一整颗有快3公斤重。如果你把果糖换算回去的话，它其实一整颗它所包含的糖量是最高的。所以我还稍微整理了一个表格。依照 WHO 的建议量的话，开头的时候是说以成年人大概一天可以摄取25克左右的自由糖为标准，但是因为台湾的水果呢都是太出乎我的意料，太甜了，所以呢其实他是说50克也可以，所以依照50克的建议用量下去食用的话，每一天水果能吃多少，它能吃几分之几，我有再做一个表格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其中我有几个水果想要特别提出来讲的，第一个是奇异果，因为奇异果我刚刚跟我娘亲就想象中它应该都是最不甜的那个，在我认知中奇异果就是酸的啊，就它测出来糖度竟然是最高的，所以其实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再来第二个是葡萄，葡萄它虽然糖度很高嘛，是排在第2名，但是因为它一颗很小颗，所以其实如果依照 WHO 的建议用量，其实你一天是可以吃到大概11到12颗的，但是超过的话还是真的是比较不好，因为我爷爷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嘛，他就是一天吃一串葡萄，然后就很短的时间内就直接得糖尿病了。然后最后我想说的就是芒果，在我认知中芒果真的是又甜又肥，但是我们今天测出来的这颗芒果，它的甜度是相对低的，所以我娘亲非常坚持的认为说，应该就是这颗芒果的问题。所以今天的芒果大家就是参考看看就好。台湾的每个水果呢，真的都非常的甜，大家在吃的时候就自己斟酌一下，今天到底该吃多少。好，这就是本次的影片啦，希望大家看得开心。有汁吗？我是看到很多肉糊啦，奇怪，不是有芭乐汁这种东西吗？对呀，好吧，那就认了。